今天主要是带大家看一下毕业基地的建设以及毕业工作帕鲁的选择。我的基地建在蝉鸣之岛右边的这一块大空地上，总共是2块基地。这边视野很开阔，而且风景也不错。这边能看到雪山、世界树，稍微有一点的火山都能看到。接下来讲基地的整体布局，首先终端开始，右手边是一个箱子，然后过来是工作台，给帕鲁分配工作任务的。在右手边是手术台，然后终端往后的话是这个物品存放中心。每次从外面回来有什么东西就可以快速收纳到这里面，它会直接存放到我们之前设定好的一个箱子里去。右手边是2个远古文明工作台，它可以制作游戏里的所有道具，所有能制作的帕鲁球、装备、饰品，还有其他材料，基本上2个就够用了。还有一个工作台的话，就是这个制图桌，主要是拿来合成这些设计图。左手边是一台遗物转换器，用来分解古代文明的遗物。因为我每次出门刷的不多，所以一台基本就够用了。再过来是2台烧矿的熔炉，最高级的远古文明的，所有矿都可以烧。后面的话是放着一台原油炼制机，虽然后期原油用处不大，但是因为本身不需要什么人力，所以就放着了。再过来是2台物质生成器，除了世界树里的资源，其他的木材、石材以及矿物这边都是可以挖到的。后期一般是挖这个烈阳金属，然后做成金属锭拿去卖钱。帕鲁的选择后面会具体说，主要还是选择自己喜欢的。旁边是厨房，我这边没有选择最高等级的这个厨房，因为它是需要生火和手工作业一起的。但是如果你的生活等级够高，用这个第1级的已经够用了，而且速度也很快。旁边的话是农场，主要是种洋葱、土豆、胡萝卜和6个技能果树。其实后期抓了传说商人之后，这些蔬菜都是不缺的。但是如果不种的话，这些播种的、浇水的这些帕鲁就会很闲，所以给他们找点工作，还是种了这3块地。再过来是2台粉碎机，科技里是有更高等级的冷冻粉碎机的，但是我选的这2只浇水的帕鲁，浇水效率特别快，经常那边活干完就没事情做了，所以我这边还是选择浇水的，然后冷冻的话就在那边烧矿。再过来是牧场，里面放的是棉花糖和可可棉花糖，旁边是祭坛打 BOSS 的。基地的中心是发电塔，我选的是比古代文明科技稍低1级的。古代文明这个发电机需要发电和浇水同时进行，不过我现在的发电塔已经够支持我目前基地里所有建筑的用电需求了。而且我还在祭坛的旁边这里放了2个蓄电池，电根本就用不完。饲料桶放在终端旁边，这边4面8方跑过来，路程基本都是最短的。吃的是意大利杂菜汤，可以加工作速度，是用番茄、胡萝卜、洋葱、土豆做的，可以消耗农场的这个产出。接下来的话是远征锁，远征锁给的材料还是挺有用的，所以建议还是做一个。我把这些能加快工作速度的这些小物件都放在这边了，堆在其他的地方会显得比较杂乱，但是放在这边还显得挺好看的。再转过来的话是员工的休息区和生活区，这边很多的帕鲁床，然后2个温泉。古代文明的那个科技感太重了，反而没有这个有生活气息，我感觉这个建着是更好看。旁边是我们的医疗站，可以减少帕鲁生病的几率，而且要是生病了，可以找我们的坠叶星坠医生来看病。主要的基地布局就是这些，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下工作帕鲁的选择。首先讲一下选择的主要标准。第一个是体型小，大体型的帕鲁会显得基地很拥挤，而且还会阻拦我们的视野。第二是最好选择暗系的帕鲁，这样它自带不眠效果，晚上也会一直干活。第三是要好看，当然也就是你自己要喜欢。首先是浇水的帕鲁，我这边选择的是海月仙和海月灵，它们的效果是当它们同时存在于据点的时候，它们的浇水效率会翻倍。而且海月灵是暗系的，所以它会一直工作。放这2只基本就够用了，而且它们还兼顾搬运。播种和采集选择的是春彩娘和梅利姆，
它们两个的话都能干这些活，而且春彩娘的效果是可以使农作物的生长速度加快70%，梅利姆是可以使作物的收获量提升35%，效果是可以叠加的。接下来是菇波，它的效果是可以使据点内帕鲁的散值下降速度减缓15%，效果可以叠加。如果帕鲁工作设定的是繁重，那么它就是必须的；如果只是像我一样是普通，那么放一只就够用了。接下来是生火帕鲁，我选择的是赤乌猫，它本身是自带暗属性的，而且体型也很小。我这边是放了2只，烧矿做饭都够用的。下一个是冷冻帕鲁，我选的是东丸，也是2只。它本身的话也是自带暗属性的，而且也是小体型的小狗型的。发电我选择的是雷鸣鸟，首先它是暗属性，然后的话它比较帅。另一只符合条件的帕鲁是天鹰童子，但是我觉得它长得不是特别好看，所以我没有选它。另外，雷鸣鸟是自带搬运技能的，它本身搬运升到满星之后的话是有7级，然后我给它升到了10级，这样的话它平常发电工作之余也可以搬运。然后是手工帕鲁，手工帕鲁可以选择的有很多，我这边是放了2只赛克迈特和莫罗纳。赛克迈特虽然不是暗属性的，但是头目型赛克迈特的效果是，它在工作的时候工作效率会提升400%，非常夸张。莫罗纳就是普通的暗属性，而且长得好看。制药帕鲁我选择的是坠叶星，一个是暗属性，另一个的话就是因为太可爱了。总共是放了3只，一只是在诊疗所当医生，另外一只的话是按在这个古代文明工作台上，平常如果回来临时要做什么手工就在这边做。牧场放的是棉花糖和可可棉花糖，它们的效果是据点帕鲁的饱食度下降会减少20%和25%，两个是可以叠加的，总共加起来就是可以少吃1半的饭。然后是挖矿帕鲁，我这边选的是丑沈魔和导弹猫。符合挖矿和暗属性的话，体型最小的就是丑沈魔，当然选择其他的也可以，像猫伏怪了、研磨羊了这些都不错。导弹猫是我自己比较喜欢，它本身是没有什么优势，我把它们的工作都调成了只挖矿，其他的都关掉了。最后据点里还放了一只奥仓精，它可以远程炮击来入侵的敌人，而且可以起到一个观赏鱼的作用。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分基地，主要是配种以及放牧。左边是牧场，里面是2只骑士蜂和1只棉花糖。右边是2个配种牧场，主要是用来孵蛋和生星。我这边选择的搬运帕鲁是克苏鲁之眼，它本身是暗属性，而且进食量很少，其实还挺好用的，就是长得不好看。另外还有一个基地的推荐位置是在蝉鸣之岛的左边，这还有一块大空地，只要把这上面的树木还有矿石都用火箭筒清掉就好了。最后是可以放下3个据点，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来这边。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谢谢大家。